我想应该与那深处的沉睡魔神有关。既然想要阻止这里的神灵进入，那就说明他们正在处于关键时刻，而且不能被其打扰，所以才布下了这般天象。大龙尊主解答得淋漓尽致，仿佛在他的心中，所有的秘密都会迎刃而解。这就是神灵智慧的强大。这也就解释了神为什么会如此的神通广大，所有的事情冥冥之中都已经被洞察知晓。神灵乃是神界域世界的神都称之为神灵，因为他们诞生的本身就是神，而不像是萧炎他们一样，从人类一步一步迈向成神之路。而这种阶段性的成神并非是真正的神灵，所以他们也有智慧，但无法与神灵智慧相比。这就是上界与下界本质上的最大区别。从古至今，大宙分为上下两界，下界的生灵永远无法超越上界的神灵。当然，大宙的诞生充满着无尽的奥秘，虽然下界生灵在本质上无法超越上界神灵，但是也为下界的万物生灵种下了能够成神的种子。至此，下界生灵便有机会踏上了神之路。他们不仅是下界的主宰者，更是可以超脱主宰，成就神奇，超脱人类的桎梏，飞升成神。虽然下界生灵已然成神，但他们依旧与上界神灵有本质上区别。一个先天，一个后天，两者截然不同，前者永远都会比后者高上一筹，不管是智慧还是神力，都会更加的高深与纯粹，因为他们有大宙中最初始的本源，也就是七大出元之力其中之一的应龙之力。想要将一尊沉睡的魔神从世界封印中解开，得问一问我们答不答应。这些魔物当年可是给大宙带来了万物神灵涂炭，所以务必阻止那些魔物的计划。盘龙知晓魔神的恐怖实力，一旦苏醒过来，那么整个神藏中所留的机缘怕也都会被其破坏，这会使得大宙中的强者们失去最佳的资源提升实力，这无疑对大宙来说是一件非常严重的事情，间接的促使大宙的底蕴原地踏步，甚至还会倒退的可能。众人点头应允，神情凝重，眼中闪烁着坚定与决绝的光芒。事不宜迟，那就请两位尊主前辈继续为我们带路吧。声音刚落，萧炎的拳头已是紧握，指节发白，透露出他对那些给大宙带来灾难浩劫的魔物有了很深的敌意和恨意。萧炎心中的怒火如同被点燃的炸药，只需一点火星便能引发滔天的爆炸。他的眼神里燃烧着熊熊烈火，那是对更强力量的渴望。他恨不得将危害大宙的所有魔物击杀殆尽，保护大宙中的亿万生灵神灵。大宙乃是萧炎的家园，不是这个大宙的东西就不应该存在这个大宙中，必须将其击败。不仅是萧炎有着对魔物的恨意，其他在场的人也同样如此。如果当年要不是大宙传说中的5位无上神降临，恐怕现在的大宙早已经成为被那些暗黑魔物毁灭了。虽然他们这些人并不是生存于天古纪元时期的生灵，但是他们都是大宙的一份子，所以这些魔物哪里来的就该回哪里去。随后在应龙神灵们的引领下，一行人如游龙般在这片魔神之气弥漫的世界中穿梭，他们的身影忽隐忽现，速度之快让人只能捕捉到一缕残影。萧炎等人紧紧跟随着应龙神灵前辈们的步伐，而就在距离100万里之外的深处，突然传出一阵急促的声音，像是从万籁俱寂的深处爆发出一声惊雷，打破了这片宁静的压抑氛围。圣魔尊大人，不好了，有其他神灵大能者闯入这里了。声音带着几分惊慌，几分恐慌。什么神灵大能者闯入？是什么何方神灵？那道被称之为圣魔尊的魔影显然也有些吃惊。要知道，他已经在100万里之外布下暗黑天象，并且还派出了10数位魔尊，居然还给闯入这里来了，心中直接带着一丝愤怒。是应龙神族的神灵，并且带着一批来自9大界中的一些神奇强者，而且看守在那里的所有魔尊都已经被击杀了，无一生还。这道身影字字语语地回到了刚刚收到的信息，其实他也是36位魔尊之一的万煞魔尊，实力能够排进魔尊级别的前10，但是在一位圣魔尊面前，这些魔尊级别的人物都不够看了。这位圣魔尊的脸上表情瞬间阴沉下来，一股恐怖的圣魔气息隐隐间从他的身上逐渐地散发而出，让得这位魔尊的身躯都开始惧怕地颤抖起来。居然是应龙神灵大能，真是该死！那些9大界的蝼蚁道问题不大，只是这应龙神族的神灵不好对付啊。听到闯入这个世界的是天古7大神族之一的应龙神族神灵，身为圣魔尊的他都感到一丝压力。圣魔尊看了看远处的还是不断变大的黑色漩涡，似乎做出了一个决定，对着魔尊吩咐道：如今这最后一位魔神大人即将苏醒，不能出现任何差池，不然大魔神大人一旦怪罪下来，我们都会受到严重的惩罚和惨痛的代价。你现在让其他魔尊发出紧急消息，让在附近的圣魔尊过来，我们先行过去，阻止对方进入到这里。遵命，圣魔尊大人。魔影说完这句话后，他的身影便是消失在了原地。不管你们是应龙神灵，想要破坏魔神苏醒的计划，你们都得付出代价。圣魔尊的眼神中充满着无尽的杀意，如果这一件事情自己没有弄好，
回去必然也是难以想象的惩罚，所以就算拼尽自己的一切，也都要阻止他们进入到这里。很快，这位圣魔尊的魔影消失在了原地，宛如融入到了黑暗之中。另一边，萧炎、夭夭等众人如流星般穿梭于浩瀚虚空，速度之快，只能在空气中留下一串串扭曲的残影。眼见距离世界中心深处仅剩20万里之遥时，瞬息间被一道惊涛骇浪打破。不远处的黑海之上，巨浪翻滚，犹如怒吼的野兽，铺天盖地向他们袭来。同时间，上空的诡异黑云以极快的速度汇聚，雷电交加，天穹仿若裂开，无尽的电蛇在苍穹中舞动，咆哮着向萧炎他们当空劈去。紧张的气息凝固在空气中，众人停下移动的身躯，面对即将到来的这些天象，心中却是波澜不惊。又是这些诡异的天象，是想要阻挡我们吗？盘龙的声音突兀响起，目光锁定了天际之上洞穿而来的雷霆。他身躯一晃，运转体内磅礴的运势之力，化作一条巨大的龙影腾空而起，迎向那漫天的雷霆。轰隆，龙影与雷电在虚空中撞击，爆发出震耳欲聋的巨响和刺眼的可怕光芒。空气中弥漫着焦灼与电火花的味道，响彻云霄的爆炸声让人心神震荡。现场每个人在面对这突如其来的天象时，他们没有丝毫退缩，反而更加坚定了前行的决心。雷鸣电闪之中，萧炎面无惧色，眼神坚定，掌心中已然出现了一道神火横骨尺，散发出毁灭的炙热波动，直接将空气中的水汽在高温下蒸腾，形成一片片朦胧的水雾。此刻的萧炎心中有着超越常人的决心，恨不得将这些魔物给一个个击杀。万丈高大的巨浪波涛滚滚，狂风怒嚎，试图将一切生灵吞噬。萧炎的目光如炬，紧紧锁定着那万丈海浪，手中的神火横骨尺仿佛感应到了主人的意志，散发出更加耀眼的炫彩火光。突然间，萧炎口中爆发出一声震天动地的低吼：纵横诀，纵灭天下！随着这一声呼喊，他全身的强大神力如同被点燃的火药，瞬间爆发出来。他的大道神力运转，如同潮水般汇聚于掌中的神火横骨尺上，那尺身光滑灿烂，似有古朴纹路在表面游走，仿佛记载着无尽岁月的烙印。随着他的纵指法悄然运转，体内力量如同觉醒的巨龙，蠢蠢欲动。神火横骨尺上的炫彩之光更加刺眼，仿佛蕴含了毁灭一切的力量。随着萧炎手腕轻轻一挥，尺光如天外来物，洞穿虚空，带着破空之势，直击那看似不可一世的万丈巨浪之上。在这一刹那，空间瞬间凝固，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那即将发生的碰撞上。轰！一声巨响，宛如神雷贯耳，万丈海浪在这无匹的力量下，瞬间就被切成了两半。那万丈巨浪恐怖的气势直接被斩断了几两，顿时萎靡下来。无数道浪花四溅，如同被斩杀后的残兵败将，散落在黑色海面上，渐渐地平息而下。萧炎站在虚空，身姿挺拔如松，眼中火焰缓缓熄灭，神火横骨尺轻轻收回。四周一片寂静，众人惊叹于眼前的刚刚发生的惊人画面，心中对萧炎的敬畏之情犹如海潮般汹涌而来。因为刚刚那道万丈巨浪，即便是一位寻常的大道主神，恐怕都得忌惮3分。萧炎却直接选择硬干这道万丈巨浪，而且在这场较量中，萧炎用他那恐怖的神技功法纵灭天下，以绝对的强大力量压制了对方那汹涌澎湃的巨浪。这一幕换作是谁看到了，都会浮现出震撼之色。萧炎小兄弟的那一招神技功法真的太强大了，居然能够直接劈开如此万丈巨浪的凶猛之威，让老夫见识到了长江后浪推前浪的感触啊！说话的是神罗殿殿主和天罗殿殿主，他们虽然也是大道主神，在没有神脉力量的情况下，比起萧炎还是略逊一筹。不过他们二位并不嫉妒萧炎如此年轻就拥有可怕的力量，而是对萧炎有了更多的欣赏以及佩服。在未来的大咒中，或许真的要诞生出一位传说中的无上也说不定了。这也是2位神殿殿主对萧炎目前的认可与评价。要知道对方还有一道身份，那就是无上传承者。